尼米兹级才是美国海军的王牌。曾经有一句至理名言：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，航空母舰已经开到了你的家门口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那可真是武德充沛到了极点。它是人类工业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大钻石，已经在江湖上砍杀了几十年的老大哥——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10艘钢铁巨兽是如何在大洋上驰骋，把自由与民主快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首先，咱们得摆正一个概念，尼米兹级不仅仅是一艘船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凡尔赛行为。你想想，别的国家造个航母，那都是倾举国之力。像当年的苏联，为了那个还没造完的乌里扬诺夫斯克，又是求爷爷又是告奶奶，最后还是随着红色帝国的崩塌彻底凉凉。而美国呢，它在1975年到2009年这30多年里，像下饺子一样，一口气下了10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艘尼米兹级满载排水量10万吨上下，10艘就是100万吨，这还是核动力的。咱们稍微对比一下，隔壁那个整天喊着要重振雄风的英国，憋了半个世纪才憋出2艘还得烧油的伊丽莎白女王级。法国只有1艘不仅烧核废料，还总是得心脏病的戴高乐号。而尼米兹级那是真真正正的量产型高达，每一艘尼米兹级造价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，几十亿美金那是起步价，换算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100亿美金俱乐部。这还不算上面的飞机，一艘尼米兹上搭载的舰载机联队，什么超级大黄蜂、E-2D 鹰眼预警机、E-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，光这些飞机的价值就比好多国家的空军总资产都要贵。美国用一种疯狂的方式告诉全世界，什么叫工业强大，这就叫工业强大；什么叫有钱任性，这就叫有钱任性。这就好比大家都在村口比谁的自行车链条顺滑，美国直接把10辆劳斯莱斯幻影停在了晒谷场上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：哎呀，这只是我用来买菜的代步车。这种纯粹由金钱和钢铁堆砌起来的暴力美学，你不得不服。这10艘尼米兹级一字排开，那就是一堵墙，一堵把你家门口的海景房变成海景监狱的墙。大家知道尼米兹级最吓人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它上面的飞机，而是它肚子里的那2颗心脏 A4W 核反应堆。在常规动力航母还得屁颠屁颠的找补给舰吸油，还得担心跑太快了油不够回不去的时候，尼米兹级就像个开了无限体力挂的怪物。理论上讲，它的核燃料够它跑个20-30年不用换新。这是什么战术意义？这意味着只要美国总统在白宫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一拍桌子说，我看那个谁谁谁不顺眼，尼米兹级就可以从诺福克出发，以56公里每小时的高速狂飙突进，横跨大洋，直接骑到你脸上。它可以绕着地球跑好几圈不喘气，它不需要为了加油而减速，不需要为了省油而关掉空调。当别的国家的军舰因为油价上涨而减少训练时，尼米兹级正在大洋深处玩漂移。这种无限续航带来的心理压迫感是毁灭性的。你的敌人永远不知道这只巨兽会在什么时候从哪个方向突然冒出来。它就像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死神，手里拿着镰刀，而在他身后的补给舰只需要运吃的和弹药就行了，根本不用管动力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个小国的军阀，早上刚起床刷牙，突然雷达兵跑着哭进来说，大王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个10万吨的大家伙。你问，刚来的，他不用休息吗？不好意思，人家是核动力的，人家是来还要你命的，休息那是留给死人的。当然，仅仅是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为美军王牌。还有蒸汽弹射，火力军也知道现在的福特级搞了个电磁弹射，听起来高大上，什么如丝般顺滑。但是朋友们，咱们得讲情怀，讲可靠性，讲那种纯粹的机械暴力。尼米兹级用的 C132 型蒸汽弹射器，那才是男人的浪漫。你们看过那场面吗？甲板上云雾缭绕，那是蒸汽在喧嚣，那是力量在溢出。随着弹射指挥官那个经典的下蹲手势一挥，这台巨大的蒸汽机能瞬间释放出惊人的能量，那是几十吨的推力，在短短2-3秒内把一架挂满导弹重达30吨的超级大黄蜂战机从静止直接加速到260公里每小时。这哪是起飞呀，这简直就是把飞机当砖头扔出去。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虽然对飞行员的颈椎不太友好，但它可靠啊。在过去的40年里，尼米兹级的4条弹射器那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，不管是在波斯湾的酷热沙尘中，还是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里，只要锅炉烧得开，蒸汽压力够，它就能把你的战机像撒豆子一样撒向天空。相比于福特级那个动不动就软件故障，一旦坏了一条，另外3条可能跟着罢工的电磁弹射，尼米兹级的蒸汽弹射器就是一个字：稳。这就是老将的底气，
他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数据，他只需要用那一声声撕裂空气的轰鸣，告诉敌人，准备好迎接来自天顶星的民主了吗？在海湾战争期间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，尼米兹吉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屠宰流水线，飞机上去扔炸弹，下来挂炸弹，再弹射出去，那种令人窒息的出动效率，全靠这套看似原始实则精密的蒸汽系统。咱们再来聊聊这10兄弟：尼米兹、艾森豪威尔、卡尔文森、罗斯福、林肯、华盛顿、斯坦尼斯、杜鲁门、里根、布什。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美国的发家史和征战史。你看看这名字起的全是总统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图腾。特别是 CVN-71 罗斯福号，那是真正的践行者。当年海湾战争，他就在那蹲着，沙漠里的骆驼们光看就瑟瑟发抖。CVN-72 林肯号，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，小布什就是坐着飞机降落在他上面，发表了那个著名的任务完成演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尼米兹吉是全世界海军的演示，他用最强的姿态教懂了大家什么叫制海权，什么叫立体战争。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武林盟主，站在华山之巅，俯视群雄说：“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”而且这10艘船从来不是单独行动的，每一艘尼米兹级出航，身边都围着一圈带刀护卫。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、伯克级驱逐舰，水底下还藏着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。这是一个完整的、密不透风的杀戮体系。这个体系以尼米兹级为核心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。哪怕是到了今天，能正面硬刚这套体系的国家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甚至可以说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，它就是降维打击。现在咱们回到开头的话题，为什么我说尼米兹级才是美军的真正王牌，而福特级还得往后稍稍？这就是一个现货和期货的区别。福特级那是真先进，电磁弹射、双波段雷达、全新的反应堆，看着参数美如画，但是它太娇贵了。服役这么多年，真正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也是最近的事儿。如果明天真的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，美国敢把国运压在福特级身上吗？不敢。这时候还得看尼米兹级。这10个老兄弟，虽然有的已经服役40多年了，虽然舰体已经有些老化，虽然里面的生活设施不如福特级那么豪华，但他们是即时战力。他们就像那种久经沙场的老兵，满脸伤疤，抽着雪茄，也不说话，抄起家伙就能干。在战场上，可靠性就是生命，数量就是真谛。10艘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必须保证任何时候都有3艘在海外部署，3艘在母港训练，3艘在保养维护，剩下1艘随时准备替补。这种轮换机制，只有尼米兹级庞大的数量才能支撑得起。你看现在红海那边闹事，地中海那边紧张，中东那边又想搞事情，美国是怎么应对的？艾森豪威尔，你去红海；里根，你在外面盯着；卡尔文森，你也去转转，全是尼米兹级在跑腿。福特号去哪儿了？虽然也部署了，但那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首秀。真正干脏活累活、维持秩序，还得靠尼米兹级这帮老家伙。我们常说大炮巨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尼米兹级用事实告诉我们，巨舰依然是王道，只是大炮换成了舰载机。一艘尼米兹级一天能起飞作战飞机150架次以上，高强度下甚至能达到200架次。这哪怕是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空军力量也不过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一艘尼米兹开过去，就等于把一个中等国家的空军搬到了你的家门口，而且这个空军基地还是移动的，防御力还贼高。它的防御圈半径可达500公里以上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它就是老大。你想攻击它，先问问天上的鹰眼答不答应，再问问外围的伯克级驱逐舰手里的标准6导弹答不答应，最后还得问问它自带的海麻雀和拉姆近防导弹答不答应。这种全方位的攻防一体，让尼米兹级成为2战后最难被击沉的常规目标。尼米兹级的存在就是美军全球战略的基石，没有了他们，美国的海外基地就是孤岛；没有了他们，美元的强大就少了最硬的那块背书；没有了他们，好莱坞大片里外星人入侵地球时，美军连个像样的背景板都没有。当然，岁月不饶人，最早的尼米兹号是1975年服役的，再过些年也要退役了。但是，即便是在他的暮年，它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一。有人说航母是吞金兽，是活棺材，但在美国人眼里这是投资。通过这10艘尼米兹级，美国的石油、芯片、粮食才能安稳地运过来。尼米兹级不需要说话，他站在那里就是一种威慑。福特级固然是未来，它的技术代表了下一个50年，但在当下的这个50年里，在冷战的高峰，在后冷战的乱局中，是尼米兹级扛下了所有。它是美军的脊梁，是蓝水海军的代名词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在未来的很多年里，当我们回忆起美国强大这个词的时候，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一定不是白宫，不是自由女神像，而是那艘在大洋上劈波斩浪，甲板上停满了大黄蜂，舰岛上刷着巨大舷号的尼米兹级航母。它太经典了，
经典到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。尼米兹吉就像是一座大山，横亘在所有试图走向深蓝的国家面前。他用最硬核的方式展示了什么是超级大国的底蕴。它不仅仅是武器，它是流动的领土，是漂浮的意志，是钢铁铸就的法则。虽然福特级在数据上赢了，但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，尼米兹大爷依然用他那冒着蒸汽的弹射器，那永不熄灭的核反应堆，向全世界宣告：只要我还在，这片海就是我说了算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火力军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让我们保持关注，保持愤怒，也保持思考。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